Hello， 我是 Toma， 你现在收看的是 Toma 那猫后手。平常生活在都市当中，你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吃一顿饭了呢？今天我来到的是汐止的食养山房无菜单料理，让我们一起来养生之旅吧。影片开始之前，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待会见喽。其实我自己搭过，基本上吃不太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马的位置呢是在。食养山房已经经营非常久的时间了，在这边呢都是采预约制，它的入口非常的神秘低调。我们刚刚是靠着 Google 导航到一个入口的时候，再急转弯的进来。进来之后呢，再往下山走，仿佛呢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。整个的园区呢，总共有分为2个建筑物。现在在我身后呢，就是一个很大的、漂亮的鲤鱼池，真的非常值得过来看看哦。在食养山房2楼有一个茶室，我们现在过去看一看，整个都是木造跟铁件所盖成的。这茶室感觉非常的悠心耶。据说这里的主人呢是一位建筑师，在他不惑之年的时候，突然有个想法，想要隐身在山林里面，每天以茶，然后看书，平常偶尔会有朋友来访，做一些菜给朋友吃。久而久之呢，居然开了一间餐厅，里面呢完全都是属于预约制的方式，可以过来这边用餐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有微微的钟声？整个用餐的环境就是我想要在我身后的这个样子，360度，让你边吃东西边养生之外，还有养心。在这边吃的每一道菜都是一个精心的艺术品，刚前面上的2道都是很棒的。现在也要吃的是我蛮期待这个松露干贝，刚有看到这个干贝超大一颗，松露旁边还有一个像是南瓜子的，很好吃哎。大家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有什么静心的方法吗？
从小时候开始啊，静心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难。如果你要我坐在椅子上乖乖的不动10分钟，这是件很难的事情。你别说你坐在那边不动好了，其实大部分的人也只是看着手机，然后在那边滑半天，这应该不太算是什么静心吧。真正的静心，好好的坐在位置上面，好好的闭上眼睛，顺着你的呼吸，跟着时间的流动。不管你想到什么，反正先闭起眼睛，好好的休息，千万不要睡着了。在食堂上班吃饭啊，你在练习如何吃得慢，吃得很养生，吃得很养心的概念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吃了快1个小时又20分钟，然后我们的菜大概已经上了第7道吧，终于来到我们的主菜的部分了。以饭为主，这上面是一个素肉，再加上饭，还有一些茄子啊、红喜菇，还有豆子跟牛蒡。我在来之前会以为这边的菜会比较属于比较清淡的，其实我觉得还好啦，我觉得都还蛮适当的。然后每一道菜有配一个饮品，那既然它是无菜单料理，所以你可能每次来的菜单都不太一样。接下来到最后一道菜是水莲花炖汤。当初只是员工煮了1碗汤，他手上呢刚好就有一个水莲，他就异想天开的把水莲放进里面，结果放下去之后，整个慢慢的绽开了，大家就觉得打从心里面的喜悦，就是像上方想要带给我们的惊喜。这个炖汤里面有满满的姜味，还有一些木耳啊跟杏鲍菇，喝下去暖暖的，非常的棒。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下午2点钟，我们已经把最后一道菜，就是甜点说上完了，最后的还会附给你这个莲花茶可以喝。其实这边真的蛮适合跟家人、跟朋友听着一直在敲打的钟声，然后一起坐在这边吃饭聊天，身心灵有得到一些提升吗？尽量给自己至少每天的10分钟的时间，让自己静下心来，好好的想想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也许1天、2天、1个礼拜、1个月之后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这间食养山房推荐给喜欢吃无菜单料理的各位朋友们。那我是头马，我们就下一个城市见喽，拜拜。大家知道这个植物是什么吗？这呢就是传说中的无籽茄，也就是叫做乳茄。这个东西还蛮可爱的，这应该是不能吃吧？如果它可以吃的话，就已经不会长这样子了。推荐给大家哦。